快尝尝。皇上，怎么样？亲所亲手所做的膳食可香？香。那亲所斗胆跟皇上讨一职位，让我进御膳房做事如何？哈，朕倒是想由你来执掌御膳房，可惜不晓得四弟答不答应啊。我做的膳食，只怕是他吃都不想吃呢。哼，朕不信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四弟的嘴啊刁得很。朕还记得父皇在世时曾经举行家宴，厨子做了一只鸡，当时四弟只有8岁，他只吃了1口就不吃了。父皇问他为何，四弟曰：“这只鸡不是厨子杀的，已经死了1日以上，必是病死的，而且肉质粗粝，绝对不是家里养的鸡。”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那个厨子就跪地谢罪。原来上菜前，厨子才发现准备上席的鸡将笼子钻开了一个洞，逃走了。厨子无奈，当时天色已晚，只好去买了一只死鸡。依我看呐，那只鸡就是宇文邕放走的，他故意要看那厨子的笑话，说不定那个厨子平时哪里得罪了他，他才想出这个办法出手整治那个厨子。果然了解四弟的人，莫过于你了。是真的？真的。四弟讨厌那个厨子刻薄手下，所以就故意放走了那只鸡。原来他还会打抱不平呢。是啊，他还会记恨人，你要小心啊。我才不怕呢。其实四弟也是不容易，8岁之后就被送到齐国做质子，要不是他心思沉稳、聪明机敏，可能早就在劫难逃了。从小看大，3岁看老，看来这个宇文邕从小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吃。皇上，先喝杯茶吧。你的身子刚好，应该多休息才是。不过，朕不知道还有多少清闲日子可过，还是多看些奏章，多知些民情吧。宇文护权倾朝野，这些奏章当中，不知道有多少是实话，又有多少是奉命宇文护而受益的。我大周朝廷自然有不少臣子屈服于宇文护，但是依朕看来，也有不少仁义忠诚之士。对于忠诚之事，善加利用；对屈从之人，导之以诚，劝之以善。他们会不顾一己安危，对朝廷赤胆忠心的。那皇上觉得诸葛家族怎么样？诸葛家族，诸葛家族虽身处小春城，以安然自居为家训，可世代承袭爵位，势力遍及朝野，不可小觑。假如那诸葛无雪振臂一挥，可否帮助皇上摆脱困境？卿所，诸葛家族亦正亦邪，多年以来久居边界，与大周齐国皆有勾连，你怎么会想起让诸葛无雪参与国事呢？我是觉得，皇上现如今身陷泥沼，而宇文邕又处处受到牵制，现在应该找一个契机打破僵局才是。病急乱投医，卿所，四弟为了救你出小春城，费尽心机，万万不可作茧自缚。朕知道你与诸葛无雪之间有些纠葛，别说朕素不信任诸葛家族，就算诸葛无雪履行诺言，朕也不会拿你去换。皇上，记住，情爱不是用来交换的。
若因朕之困境，玷污了青所的情爱，那朕不单是对不起你，更是对不起四弟。朕永远都不会安心。皇上，你跟四弟幸福了，朕就开心了。青所，你要问问自己的心，什么是值得的，什么是不值得的。皇上的话我记下了，我会再想办法帮助皇上摆脱困境，而我绝对不会再用自己去换任何东西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要你的答案。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回小春城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当然想好了。你宁愿死在皇宫里，也不肯跟我走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那宇文玉呢？你想亲眼看见他死？你想怎么样？我只想你跟我走，我自然会兑现我的诺言，帮助皇上脱困。皇上说的对，情爱是不能用来交换的。诸葛城主要是有心，可以助皇上一臂之力；若是城主无心，就算是把我的人带走，可我的心还是留在长安城里。如此强求，城主觉得有意思吗？我诸葛无雪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就不能让你有一丁点的感动吗？诸葛城主，谢谢你。你的心里装的是高长恭，还是宇文邕？我的心里装的自然是我自己。倒是城主，应该平心静气的好好想想，你的心要的究竟是什么？诸葛城主对我当真是真心的吗？袁青所，你会后悔的。夫人，这里摆这么多蜡烛干什么？这些都是皇上让奴婢们准备的。参见皇上，皇上久等了。能够吃上青所亲手做的糕点，朕就算是再等一夜也心甘情愿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看见乐工人他们在门外等候，还摆了蜡烛。你看，我也给他们做了些点心呢。乐工人，在，开始吧。是，全都点上。青所，来。好美啊！是啊，是很美。天就快亮了，等到蜡烛燃尽，糕点吃完，黎明就会到来了。
皇上说的对，深夜再长，天总会亮的。你愿意陪朕看早晨的霞光吗？当然愿意。青锁，朕有话要跟你说。皇上，请讲。这些糕点很香，不如咱们先用点心。遵旨。青锁，真是有心呐。小小心意，皇上喜欢就好。青锁真是心灵手巧，蕙质兰心呐。皇上过奖了。啊，对了，皇上，上次你送给青锁的马还养在大司空府呢。等有机会，我想跟皇上赛马。好，朕就等着那一天。皇上想吃哪一个？这个。皇上请用。